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世界乱成一团，工作爆炸，情绪崩溃，手机没讯号，还偏偏喝到一杯没糖的珍奶，然后你就望着天说，上帝啊，你是不是可能也许在放空？你不是怀疑他不在，而是很像跟客服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但没人接。神啊，你还有在当班吗？还有上线吗？这就是诗篇74篇12到23节的情境。先来看诗人开场的痛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第12节，一开始好像在赞美，对不对？像是在说，主啊，你超棒的，你从很久以前就是 MVP。 但接下来呢，剧情急转直下，完全像在说，但你现在人呢？我们这边已经被炸成烂泥巴了，你还在原地看风景。这种语气就像是男友说，我从交往第一天就爱你。女友回答，那你昨天怎么忘了我们周年纪念日？诗人继续讲什么？一连串超狂的事迹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打破海中大鱼的头，将它们给旷野的众兽为食。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日月你所预备。你立定地的一切疆界。13到17节。哇哦，这神有点猛，分海打怪，调节日月，设定时区，划边界，比漫威里的复仇者联盟还厉害。 But 接下来诗人说了什么？耶和华啊，仇敌辱骂，愚顽人亵渎你的名，直到何时呢？18节，你看出来了吗？这不是在夸奖，这是在投诉。你那么厉害，怎么现在这种烂状况你都不出手？说穿了，就是我们常常内心也想问的问题。神啊，你不是能，那你怎么还不管？我曾经在某公司加班爆肝，每天被主管骂到怀疑人生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位同事偷懒，浑水摸鱼，结果还被升官，我内心瞬间诗篇上升。神啊，那个人不止辱骂正义，还亵渎努力，你要我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也有这种时候吗？看新闻，看到无能的人得势，坏人发财，正直的人被嘲笑，然后你心里呐喊，神啊，你当初分海打大鱼的时候超神，现在怎么突然静音？来，我们老实说，很多人离开信仰，不是因为不相信有神，而是相信有神，却觉得他不作为。你是不是也在某些低谷里问过，神啊，我祷告了，怎么还是没变？你明明全能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啊，这不是你该救的时候吗？诗篇作者也问，但他没有离开。他选择什么？把愤怒、失望、困惑全写成诗，交托给神。诗篇74篇的结尾很精彩，求你顾念你与人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。愿受欺压的人不致蒙羞，愿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20到21节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诗人没有说啊，神不救我，那我去拜别的神。他说的是，主啊，你答应过我们的，
你的约还在吧？你还会回应吧？这不是抱怨，是勇敢的信任。信到什么程度？敢当面质问神，因为知道他还在听。信仰不是假装没问题，而是有问题也敢找神理论。记住，你可以对神大声说话，因为他没关麦克风。